秦始皇陵，这座埋藏了2000多年的地下帝王宫殿，自发现以来一直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下。许多人好奇，究竟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依然不敢打开它的封印？坊间流传着各种离奇的说法，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称，一位德国专家曾用核磁共振技术扫描了秦始皇陵，结果看到了可怕的一幕，从此谁也不敢贸然去挖秦陵。这听上去像是盗墓小说的情节，令人脊背发凉。传说归传说，那么秦始皇陵真的隐藏着什么恐怖秘密，还是另有原因让专家们迟迟不敢动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开秦始皇陵千古不挖的谜团。要解开秦始皇陵不敢挖的谜题，我们得先了解这座帝陵本身有多么震撼。早在秦王嬴政年少即位之时，他就开始为自己筹建陵墓。传说他动用了72万名工匠和劳工，耗费整整38年时间，挖空了骊山，才建成了这座举世无双的地下宫殿。根据史书记载，陵墓的规模极其庞大，高大的封土堆下方是深埋的地宫。相传陵墓选址在风水宝地骊山脚下，据说是龙脉汇聚之地，能够让皇帝的基业在地下延续。秦始皇对自己的身后工程极为重视，不惜工本打造各种奇珍异景陪他长眠。据司马迁记载，秦陵地宫内部仿照整个帝国的山川江海修建，墓室穹顶上绘制着日月星辰，脚下的地面塑造出山川大地的地形。最令人称奇也让人心生敬畏的是，墓室中还模拟出了江河湖海，用大量水银，也就是汞，来象征滔滔江河和大海，并且通过机关使水银可以循环流动，仿佛真正的河川湖泊在地底奔流。更离奇的是，地宫中还点着长明不灭的灯火，据说燃料是一种叫做人鱼膏的神秘物质，能够千年不息的燃烧，永远照耀着这黑暗的地下世界。传说秦始皇想在地下也拥有自己的江山版图，让自己死后仍以天下之主自居。据一些资料推测，秦陵地宫的布局宛如一个地下帝国，有宫殿楼阁、良田、园林，甚至还有武装的军队守卫陪葬。整个内城结构呈漏斗状，自上而下有层层叠叠的台阶通往地底最深处，将秦始皇的棺椁安放在核心位置。整座地宫完全仿照咸阳城建造，犹如秦帝国都城的缩影。秦始皇倾全国之力营造这一切，无非是希望自己死后也能继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江山社稷，在地下世界中依然以天下之主的姿态俯视臣民。此外，地宫内还设置了无数机关暗器，相传工匠们安装了自动发射的弓弩，一旦有胆敢擅闯墓室的人，就会被乱箭射成刺猬。听到这里，你可能已经觉得这座陵墓机关重重，处处透着诡异。事实上，更让人毛骨悚然的还在后面。相传在陵墓完工之际，为了保守地宫秘密，秦始皇下令将全部参与修墓的工匠留在地宫，无一生还。也就是说，所有修建者都被活埋在他为自己建造的地下帝国中。不仅如此，秦始皇驾崩后，他的儿子胡亥，也就是秦二世，还残忍地下令，凡先帝的嫔妃中没有子嗣者，一律陪葬。据传当时有数以万计的宫女妃嫔被赶入阴暗的地宫，活活封死在里面。那些可怜的人在封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发出凄厉的哭喊声，听得守陵士兵胆战心惊。这种种传闻给秦始皇陵更增添了一层恐怖色彩。那地宫深处埋葬的不仅是千古一帝的尊容，还有无数冤魂的哀号。如此宏大的工程与残忍的牺牲，难怪后世传说纷纭，民间甚至演绎出许多浪漫或恐怖的故事。比如有传言说，秦始皇陵里有位痴情的公主，等待着心上人归来，这正是电影神话的灵感来源。不过真实的秦始皇陵恐怕比传说更复杂、更惊人。历代盗墓者和探险家无不对他趋之若鹜，却又无不铩羽而归。相传项羽攻破咸阳后，愤恨秦始皇暴政，曾动用30万大军挖掘秦陵，企图夺取里面的宝藏。结果他烧毁了地面建筑，挖到的却只是个空墓坑，拿走了一些陪葬财物，却始终没找到真正的主陵所在。有人说，项羽此举破坏了风水龙脉，触怒天地，最终落得个乌江自刎的下场。
真真假假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故事至少说明秦始皇陵在历史上确实让很多觊觎者无功而返。传说汉高祖刘邦对此深感忌惮，登基后下令派100户人家世代守护秦陵，不许外人擅自靠近。或许正因此，在往后的漫长岁月里，再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动这座帝陵。不过私下里的盗墓贼还是前赴后继，据史料和考古发现，秦陵封土周边曾经出现过一些盗洞的痕迹，可无一例外都未能通向主墓室。有的盗洞挖到一半就莫名其妙地改变方向，有的挖到底也只是深入几米便戛然而止。这些现象让人不禁猜测，究竟是盗墓贼半途而废，还是在地下遇到了什么不祥的阻碍？一时间，关于秦陵地宫存在诅咒或者机关触发毒气的推测甚嚣尘上。久而久之，秦始皇陵仿佛成了一座谁也不敢轻易触碰的禁地。进入20世纪后，随着现代考古技术的发展，人们终于有机会用科学手段窥探秦始皇陵的一角。上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通过地磁探测和钻探取样，发现陵墓附近土壤中的汞含量惊人，远高出正常背景值。更令人惊奇的是，探测发现这些汞的分布位置与秦朝时全国江河湖海的地理布局高度吻合，这进一步证实了司马迁记载的可信度。这证明秦陵地宫里很可能真有大量水银倾注其中。这一发现令人兴奋，却也让人心生忌惮。水银剧毒且易挥发，如果贸然打开墓室，后果将不堪设想。1974年，秦陵东侧的兵马俑坑被意外发现，震惊了全世界。成千上万栩栩如生的陶俑守卫在皇陵外，让世人见识到秦始皇陪葬阵容的壮观。从那以后，人们对主陵墓内部究竟有什么愈发好奇。然而，出于保护的考虑，中国政府一直非常谨慎，没有贸然去挖掘帝陵本体。著名学者郭沫若曾在50年代力主发掘秦始皇陵，但周恩来总理当机立断予以拒绝，并明确指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准打开任何帝王陵墓。这一决定避免了可能的灾难性后果。毕竟当时的技术水平连明朝的定陵都保护不好，更何况更复杂、更古老的秦陵呢？时间来到1996年，中德两国考古团队展开了一次合作研究，尝试用更先进的高科技手段探查秦始皇陵的内部结构。这次行动据称使用了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这种方法和医院里的核磁共振扫描原理类似，只不过探测对象变成了地下的陵墓结构，目标是在不破坏地表的情况下获取地宫内部的信息。经过一系列紧张的扫描探测，专家们公布了一些初步发现。他们发现秦陵主墓室外围的墙体异常坚固，厚度约有5米，似乎是整块巨石砌成，没有任何缝隙。如此巨厚的石墙上还留有一些人工凿开的痕迹，显然是盗墓者曾经尝试打洞进入。但奇怪的是，那些盗洞无一贯通墓室，经常挖着挖着就拐弯偏离了方向，仿佛有什么无形的力量使得盗墓者最终没能得逞。更令人瞠目的是，核磁扫描的数据还显示，在地宫四周存在一圈环绕状的异常物质，与水银的特征高度吻合。这意味着在地宫深处很可能真的有一条水银护城河包围着秦始皇的棺椁，而且探测结果还发现，这些水银似乎仍处于液态，甚至呈现出流动的迹象。要知道，正常情况下，即使当初倒入上百吨水银，经过2000年也该挥发殆尽或沉淀凝固了。除非地宫内部本就是近乎真空密封的环境，甚至还存在某种循环装置，使水银之河一直流动如新。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却又与史书记载中关于水银机巧循环流动的描述相吻合。难道1000年以前的工匠真的造出了一个不朽的机械装置，让江河之水在地下永不停息？这个发现既是科学上的重大突破，也带有几分诡异的色彩。古人的智慧难道已经可怕到这种程度了吗？正当人们为这些探测结果感到震撼时，网络上开始流传一个耸人听闻的传说。故事称，当年负责这次扫描的德国专家在探测过程中无意间看到了地宫内的一幕恐怖画面。据说仪器成像显示，在那厚重的地宫石门后，隐约可见一座巨大的棺椁，棺椁周围站立着整齐排列的身影，
似乎是一队身披铠甲的武士守卫。而最诡异的是，在通往棺椁的石门上刻着许多奇怪的符号和咒文，仿佛在诅咒任何胆敢进入此门的人。据传那位德国科学家被这一幕吓出一身冷汗，连声感叹秦始皇陵绝对不能动。自此之后，关于秦陵中隐藏可怕诅咒的传言便不胫而走。许多人深信不疑，认为秦始皇陵之所以不能挖，就是因为专家已经预见到了里面恐怖至极的场景。这样的传言实在骇人听闻，可冷静想来，它更像是人们的主观想象。无论是核磁共振也好，其他物探技术也罢，实际能获取的只是物质分布和结构数据，不可能像 X 光透视那样让人直接看到清晰的画面，更别提辨认出武士和咒文这种具体细节了。目前没有任何官方报告证实有人通过仪器看见了地宫里的情况，这些离奇细节多半是好事者根据探测数据编织的故事，用以满足大家的脑补。而不得不说，这个荒诞却生动的故事非常有传播力，成功的给秦始皇陵平添了几分神秘和恐怖的色彩。不少普通人听了以后将信将疑，觉得既然连高科技都发现了不祥之兆，那还是不要去动陵墓为妙。于是这个所谓的德国专家看到可怕一幕的传言，渐渐成了不少人心中秦陵不挖的一大理由。当然，理性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者并不会因为这种传闻就停止研究，他们之所以迟迟不挖秦始皇陵，靠的并不是对鬼神传说的恐惧，而是更复杂而现实的考量。抛开各种离奇传说不谈，秦始皇陵至今未被挖掘，其实是多种因素综合权衡的结果。文化与心理因素，在中华传统观念中，历来讲究入土为安，尤其对秦始皇这类历史影响深远的帝王，他的陵寝不仅是物质遗产，更带有精神象征意义。贸然打开，不仅可能被视为对祖先的不敬，还可能破坏中华文明传承中的一些风水格局和心理寄托。曾有项羽盗掘秦陵自遭恶报的传说，也反映出人们对帝陵的敬畏与忌惮。即使在现代社会，这种观念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态度。法律与政策考量，新中国成立后，对于重要古墓的发掘一直持审慎态度。国家有关法规明确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发掘文物古迹。像秦始皇陵这样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更是受到最高等级的保护，除非有极其充分的理由和完善的方案，否则官方不会轻易批准挖掘。早在20世纪50年代，郭沫若等人就曾提议发掘秦陵，但周恩来总理果断拒绝，并要求相当长时间内不许动帝王陵墓。这一政策导向延续至今，考古界也形成共识，认为对秦陵这样的珍贵遗存应当以保护为主，等待将来条件成熟再考虑发掘。技术与保护难题，技术上的限制是目前最大的障碍。考古发掘不是简单挖宝，开启一座大型陵墓意味着必须有能力保护其中的所有文物和信息。一旦打开，地宫内精美的壁画、纺织品、竹简、木器等会立刻暴露在空气和光线下。如果没有先进手段，它们可能在短时间内氧化腐烂。上世纪50年代发掘明定陵时，由于保护措施跟不上，出土的丝绸衣物顷刻间粉化，木质器物也开裂碎散，甚至皇帝遗骸都迅速氧化，令人痛心。秦始皇陵的时代更为久远，保存环境可能更加特殊，一旦贸然开启，其脆弱程度可想而知。考古学家深知文物出土后保护工作的艰巨，如果不能确保100%的把握，他们宁可选择不去惊动这座地下宝库。有人或许会问，能否用较为温和的方法窥探秦陵，比如钻一条小孔放入摄像头或机器人？但即便这样的微创手术，也会破坏地宫原本的密封环境，使水银大量挥发，或让空气湿度、温度发生骤变，最终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目前考古学家也没有进行这种尝试。安全与环境风险，秦陵地宫中可能存在大量我们未预料的危险物质和结构。首先是有毒物质的威胁。前文提到墓中可能灌满了水银，如果突然打开，大量汞蒸气逸散，将对考古人员和周边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在密闭地宫中吸入高浓度汞气是致命的，哪怕通风换气也需要极大的工程才能确保安全。另外，
还有人担心墓中封闭了2000年的环境可能孕育出某些未知的有害微生物或制毒气体，这些风险同样无法忽视。其次，古人设置的机关陷阱也不能完全排除。尽管2000年过去，许多机关可能已经锈蚀失效，但不保证没有仍然尖锐致命的陷阱残存。万一触暗器，不但可能毁坏文物，还会危及人员。再者，陵墓结构的稳定性也是问题，大规模开挖可能引发墓室坍塌、地层下沉等意外，从而破坏整个陵墓。秦始皇陵规模宏大，若要打通通往地宫的路径并支撑维护，其工程量和技术要求都是前所未有的，可能需要投入数百亿资金和数十年的时间。这样庞大的工程非同小可，必须慎之又慎。发掘价值与时机，从考古学角度看，还有一个原因是，即使暂不打开主墓，我们也能够通过其他方式不断收获新发现。除了著名的兵马俑坑之外，秦陵周围已经探明并发掘了许多陪葬坑，比如铜车马坑、百戏俑坑和石铠甲坑等等。每一次发掘都带来丰富的收获，足够研究者们研究多年。与其铤而走险地碰主墓这颗定时炸弹，不如先深入研究外围的陪葬坑和相关遗迹，循序渐进地揭开谜团。这样既满足了学术探索，又避免了打草惊蛇。等到将来科技更加进步，也许我们能找到万全之策，开启秦陵而不损坏其中宝藏。在那之前，让秦始皇陵继续安睡，未尝不是一种智慧。秦始皇陵这座凝聚着古代帝王无上权力与野心的地下奇迹，正静静地躺卧在骊山脚下，守护着它的秘密已经2000多年。关于它的一切，历史有记载，传说有演绎，科学有探索，而真相依然沉睡在厚厚的黄土之后。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的技术和准备都万无一失，秦始皇陵的大门才会真正开启。届时，我们才能亲眼目睹那传说中的水银江河、金银珠宝，以及尘封已久的帝国秘闻。然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这座帝陵仍将继续以未知的姿态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它既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一个巨大的谜。正因为未知，我们对它怀有敬畏；也正因为未知，我们对它充满向往。或许秦始皇当年追求长生不老的梦想，并未在肉体上实现，但他的陵墓却以另一种方式让他永生于世，成为一个永不褪色的话题，一段后人永远讲不完的传奇。因此，秦始皇陵要不要挖，何时挖，这不仅是一个考古学问题，更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对未来的责任。在真正具备开棺掘墓的充分把握之前，让这位地下的千古帝王继续安息，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毕竟，有时候谜底永远尘封，反而能让这个谜题世世代代流传，为后人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秦始皇陵的秘密，就先让它在黑暗中再沉睡一段岁月吧，说不定这本身也是历史对后人的一种考验与眷顾。